今天是大年初一，豆哥修空调，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虎虎生威。现在的话，我们出去修一台空调，主家打电话过来说，空调的话不制热。祝大家的话，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到达了目的地啊。 拿工具下来去检查一下，空调的话呢，就是他这的空调啊，新买的2批的空调。他说的话呢，不制热，环境温度的话17.1度啊，17度啊，17.1度。那么我们现在开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全方面检查一下。出风口的话也出了热风啊，设定了31度。我们看一下电流和出风口的温度，电流的话达到6.0安，环境温度的话有17度，上到了19.3度。 出风口的温度达到44.8度，2批的空调看这个电流的话，应该还有上升的余地，因为刚刚启动，现在还决定不了。出风口的温度的话还是蛮可以的，45度，等一下的话可能还会升。现在出风口的话已经达到了51度，环境温度达到了29度。电流的话现在已经开始降频了，我们看一下电流。电流的话，刚才最高的时候达到8安，现在降到5.7安。这个就是它的温度传感器啊。 这个地方的话已经达到了它设定的温度，所以说它已经开始降频了。空调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它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房间里面的温度啊达不到设定的30度，但是呢，它的传感器这里呢已经达到了设定的30度，所以说它就开始降频了。它是变频的，降频以后的话呢，它就慢慢的它就不热了啊，不出热风了。我拿起来放在凳子上面啊，房间这个稍微偏一点一个角落。温度计啊，这个表面的温度的话是27.5度。 探头的温度是21.2度，主家说，在这里睡觉的话很冷，现在的话还在降温，还在降，20.9度还在降，难道它不冷吗？这么低的温度，出风口的风速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啊，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达到了3.9米一秒，滤网的话非常的干净，新空调了。通过以上这些数据，温度、风速，电流各方面对比，那么呢，我这边的话决定给它的温度传感器的采集点转移到一个偏一点的地方，从而的话实现让它不降频，持续制热，达到一个房间温度的话，恒温。这台空调和主家多方面了解到，安装的时候加了7米的藤管，当时的话，安装师傅的话没有提醒他加协种。现在的话，从这电流上看，2批的空调额定电流的。 最高峰值的话，电流达到了8.2安、8.0安这个样子，证明的话就是说协种的话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现在出的问题并不是说加协种就 OK， 加协种也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啊，只是说这个有一小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温度传感器，房间的话没有达到设定的温度，它这个温度传感器已经感应到设定的温度，从而的话开始降频、降负载，就温度就会越来越低。电流的话降到了4.8安。 现在的话，我们想办法把这温度传感器移一下位，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原来的话，这台空调的温度传感器在这个位置，现在的话，我给它转移到下面。这就是现在的温度传感器移到外面来了，这样的话，它感应的温度相对低一点，从而的话实现一个房间的话温度比较高的一个目的。老铁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的话，评论区讨论。其实的话，今天没带这个温度传感器的这个。 大一点的电阻，如果稍微带大一点那个温度传感器电阻的话，换一个就好了。但是今天没带，就这样先临时解决一下。这台空调的话，这个问题的话就算解决了啊。处理方法的话，就是把它这个温度传感器啊，原来是在这个位啊，这个位现在的话搞到这个位啊，搞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偏远的地方。这里的话温度的话相对低一点，从而的话达到它一个的话就是电流的话不降低、不降频，降频的话比较缓慢。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内机温度传感器这个电阻的话换的稍微大一点就 OK 了。因为今天没带的话，就这样先临时解决一下。大家喜欢的话，关注加点赞，评论区留言讨论，谢谢老铁们拜拜，大家新年快乐！今天的话修这台空调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空调的话调的制热模式31度最高了，风的话出的是热风，但是的话房间里面的话不热，红外线扫描仪的话也测了。 温度计的话，各个地方都测过。风速仪的话，我们也测了，也用了，
电流表的话也用了，我们一切的话都是拿数据来说话来证明的啊，不是乱讲的。不管哪一项的话，它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房间里面不热，最终的话就是这个探头的话移了位置以后，现在就 OK 了。房间里面的话达到28度，近距离给老铁们看一下，房间里面达到28度啊，28度。之前我来的时候的话，房间里面是18度，就这样解决问题了啊。可能的话，老铁们喜欢的话，关注加点赞，评论区留言讨论，谢谢。